大家好，歡迎回到愛勝的頻道。2026年4月12日晚上，一條消息在中文互聯網炸了鍋。香港衛視中和台的台長秦風在微博上發了一條王石被抓了。幾個小時之內，田朴珺發了一條朋友圈，一切安好，已經去報案了。然後王石自己也發了微博，造謠者交給法律。你看多麼整齊啊！老婆報案，老公喊話，夫妻聯動，這個看起來是夫妻齊心，其利斷金。但是我跟你說，這條闢謠，這個信息本身比謠言有意思多了。為什麼呢？因為你仔細看這樣一對夫妻，2026年1月份，田朴珺剛剛把社交媒體上所有跟王石的合影全都刪除掉了，只剩下一張。天眼查我們去看一下，兩個人名下已經沒有任何共同持股的公司了。外界一直在傳兩個人可能會離婚，田朴珺只回了2個字：假的。所以大家可以品一品當前這麼一個局面，社交媒體的合影全部都刪光了，公司的股權已經切割乾淨了，但是兩個人並沒有離婚。被抓的謠言出來了。之前說王石已經被邊境管控，然後現在被抓的謠言又出來了，但是兩個人又非常默契的合作來闢謠。這對夫妻到底是感情很好呢，還是有什麼別的東西把他們綁定在一塊兒？前幾個月大家都在看王石跟田朴珺的笑話，你上網搜一下，全是什麼樣的畫風啊？75歲的老頭被嫩妻嫌棄，田朴珺終於受不了他了，代言總裁燕窩528塊一碗，只賣出了60個。萬科教父淪落到跟馮崙合辦 12.8 萬元的培訓班，評論區清一色的都是在幸災樂禍，活該，誰叫你當年王石那麼裝。而邀請段永平上田朴珺的訪談節目，彈幕裡面最高讚的一條是：沒有王石，你田朴珺請得動誰呀？所以你看，在互聯網的這個集體敘事裡頭，王石已經是一個過氣老男人的形象，跟年輕的老婆是貌合神離，而他的商業帝國已經灰飛煙滅，連代言都接不到好的，只能夠去賣燕窩。而田朴珺呢，要麼是攀附者，要麼是嫌棄者，但不管是哪一樣，反正都不是什麼正面的角色。所以這個敘事很好笑，也很方便，方便到大家幾乎都不需要動腦子。但是我今天想讓大家換一個角度來重新審視這兩個人。上一期我們拆解了萬科的犯罪現場，1380億的虧損，彭金鎖的吸血，13個高管先後倒下，祝久勝跟田惠宇的銀行窩案。那麼上一期我們講的是萬科到底是怎麼樣死的，今天這一期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大廈着火的時候，這個建築師王石他到底在幹嘛？網絡上的嘲笑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東西，而水底下是一整套從2017年就開始悄悄布局在搭建的出海工程。BVI 殼公司、開曼群島的 Spark、東京虎之門 Hills 的這個豪宅、劍橋大學的終身 Fellow 的這個身份、中東迪拜的碳中和合作，一環扣一環，它的布局橫跨多個國家和地區。但是很可惜啊，這樣一套逃生的隧道有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它是半成品。Spark 上市失敗了，中東合作依然停留在框架協議，海外資產的體量遠遠不夠支撐一個獨立王國，而萬科1380億的這個虧損黑洞比王石預料的來得更早，更加猛烈。其實王石他比潘石屹更早就意識到是時候該撤了，但是他比潘石屹晚了整整5年才開始動手。我們要理解王石他做的這個海外布局，就要先理解一件事情：王石這輩子最成功的商業決策，除了是創辦萬科之外，另外一個其實是主動放棄了萬科。1988年萬科股份制改造，後來大家聽到的敘事是這樣的：
王石主動放棄了自己的股權，他不當萬科的股東，他只想當職業經理人。這個故事被講述了30多年，但是版本越來越離奇，到後來都已經變成是王石放棄了40%的萬科股權。但是你想想看啊，萬科巔峰時候的這個市值有將近3000億，40%就是1200億。王石這個人，他真的是放棄了1200億，只是因為他覺得他不在乎錢嗎？聽上去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但真實的情況是什麼樣子的呢？1988年，其實萬科的前身那個時候還叫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它是深圳特發集團的下屬企業。大家注意哈，這個是國企。王石他從來就不是萬科40%的股東，股改的時候他名下個人量化的股權大概只有 1.2%， 所以他放棄的只是這 1.2%， 從 1.2% 到 40%， 但是你說這個 1.2% 它不值錢嗎？其實也不是，因為萬科還有一個東西叫做企業股資產管理中心，名義上這個中心它管理着萬科員工的未分配的股份，但是實際操作當中，這個中心後來通過萬豐資產管理、德銀資管計劃、金鵬資管計劃等等一系列的工具，累計動用了大概109億的資金買入萬科 8.61 億股，占了萬科總股本的 7.79%。 從1988年這個520萬到2020年的53個億，32年幾千倍的這個增長。但是這裡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這53億的增值後來到底有沒有分配給萬科的員工呢？除了極少數核心的高管通過非常複雜的操作享受到了這個企業增長的紅利之外，絕大多數當年跟着王石打天下的普通萬科員工，他們壓根兒就沒有拿到這樣一筆資產暴增的對等回報。2020年4月份，王石宣布把企業股中心全部的2億股萬科的股票捐給清華大學，成立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捐贈之後，100多名的萬科老員工，他們聯名寫信去質疑這件事情。這筆錢到底是誰的呀？我們當年的股份呢？說好的收益呢？過去30年的分紅到底去了什麼地方？但是很可惜，一直到後來沒有任何人回答他們的問題。我們可以細細品味一下這個操作，520萬的資金作為種子，32年的時間成長成了一個53億的參天大樹。樹上結出來的果實，絕大部分都沒有分給當初種樹的人，而最後整棵樹連根拔起，捐了出去。捐贈者他獲得了中國最有情懷的企業家的美名，但是絕大多數萬科的老員工，他們連一張收據都沒有看到。好一個不在乎錢的非常有情懷的企業家。但是我們也先別急着喊虛偽，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頭，王石他可能的確真的是不在乎，至少不是那麼的在乎。一個有國企背景的創始人，他放棄 1.2% 的個人股權，換來的是不受股東身份約束的管理自由度，以及中國最有情懷的企業家這樣一塊金字招牌。這筆買賣很難說到底是不是划算，但是在王石看起來，我想大概率他是覺得划算。真正讓王石開始在乎的是2015年這樣一場差點要了他的命的寶萬之爭。當年姚振華帶着寶能系的資本在公開市場上一路增持萬科的股票，最高峰的時候持股接近 25%。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當時這個場面，一個你完全瞧不起的賣菜的野蠻人，拿着真金白銀在股票市場上買入你的公司股票，你作為創始人，你居然沒有辦法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為什麼？因為你手裡頭沒有股權呀。30年以前你主動放棄的這個東西，現在變成了別人手裡的武器。王石當年死活不同意姚振華成為萬科的大股東，除了是因為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擔心大權旁落之外，也是因為擔心民營大股東一進來的話，萬科管理層它內部利益輸送的這個模式跟打通的隧道
可能會大敗於天下，難以為繼。而一旦被這些人翻了舊賬，王石跟萬科管理層的麻煩就大了。所以那樣一段時間的王石，據說是真的慌了，他到處找援軍，找了華潤倒戈了，找深圳國資委，最後是深鐵出手拿下 29% 的股份，才算幫他穩住了整個局面。而整個過程持續了將近2年時間，是中國資本市场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控制權爭奪之戰。而最終的結果，王石贏了，但是他一定在那2年時間裡面，最終非常痛苦的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精神領袖這4個字兒，在真金白銀的股權面前，在商業的世界裡頭，連個屁都不是。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個時間差。寶萬之爭2017年塵埃落定，同年6月份的時候，王石卸任了萬科董事長。同年11月份，深實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在深圳注冊成立。從差一點被趕出家門到開始搭建自己商業帝國的架構，中間隔了大概5個月的時間。所以這並不是非常有預謀的一個橫跨30年的一個規劃，我猜想大概率是創傷後遺症 PTSD。 在被人差一點就掃地出門之後，王石或許他才開始真正的想要做一件他之前30年懶得做的事情，就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但是他留後路的方式跟其他人不太一樣，他應該沒有直接去搬錢，這種事情最好的時機已經錯過了。再說作為中國的商業領袖，他也實在是落不下這張老臉。那如果說1988年主動放棄股權是因為王石相信體制會保護他，那麼2015年差一點就被掃地出門這件事情，讓他徹徹底底想明白了，就是沒有所有權的控制，就是沙灘上的城堡，潮水一來什麼都不剩。所以或許從這個时候開始，王石真正開始搬動屬於他自己的東西，或許不是錢，某種程度上比錢更值錢的東西。2017年6月30號，王石正式卸任萬科董事會主席的這個職位。從這一天開始，王石幹了一件所有人都看得見，但是沒有人仔細想過的事。他把自己過去30年在萬科積攢下來的人脈跟朋友圈，系統性的搬到了一個全新的平台上。你可以想象一下，王石在萬科的時候是什麼人呢？他是中國的房地產教父，是企業家俱樂部的核心成員，是亞布力論壇的靈魂人物，是阿拉善 SEE 的這個聯合創始人。30年下來，他的朋友圈就是半個中國的商界，馮崙、張朝陽、潘石屹、柳傳志、段永平、馬雲，所有這些人的名字隨便拎一個出來，不是當天的頭條。但是這樣一些關係和人脈，它其實是依附在萬科這個平台跟體系上的。萬科給了王石平台、光環跟可以調動的資源，但是一旦離開萬科這麼一個大船，這些關係還能夠跟着王石走嗎？我想王石的答案是不能夠等着他自然的去跟着你走，而要主動的去拉，主动的去搬動它。那怎麼樣搬呢？分3步走。第一步是找操盤手。2017年退休之後，王石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去爬山，而是找了一個人，他叫劉二飛。這個名字可能您不會太熟悉，但是在中國的投行圈子裡頭，劉二飛是真正的頂級玩家。他先後擔任過美林中國區的主席跟高盛中國的副主席，在華爾街中國投行界幹了25年的時間。我們可以把中國最大的那些跨境併購的交易翻出來，大部分的案例背後大概率都有這個人的身影。劉二飛後來創辦了亞投資本，他管理的資產超過15億美元。王石把他拉進來做了深實 Spark 的這個 CEO。Spark 是什麼？我們後面會詳細展開來講，但是在這個階段，你只需要知道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實體，是王石準備在港交所搞的一個上市項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劉二飛的角色他不是顧問，他也不是用來站台的，
他擔任的是 CEO， 那這個職位是利益深度綁定的。所以這第一步的意義是什麼呀？是王石在萬科時代的核心能力只是管房子，但是他知道未來要在海外玩轉資本的遊戲，劉二飛就是他這個翻譯器，他能夠把王石在中國的商業信用翻譯成華爾街能夠聽懂的語言。而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拉他的這個鐵桿哥們來入夥。張朝陽來了，當深實 SPARK 的這個非執行董事。劉書威來了，同時在萬科跟深實當獨立董事。我們其實可以細細品味一下他的這個雙重身份。馮崙來了，跟王石合辦運河市董會，1年的學費 12.8 萬，他已經辦了4期，收了4000多萬。你發現沒有，所有這些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也就是說他們跟萬科並沒有直接的利益聯繫，但是都是跟王石個人有私交。張朝陽是登山的老友，馮崙是30年的茉莉之交，劉書威是多年讀懂的搭檔，而王石挑的這些人都是跟王石這個個人品牌、個人 IP 綁定的關係，他不是跟萬科董事長這個頭銜來綁定的。所以可以想象，一旦萬科出事的時候，比如說我們上期講過的余宇亮失联、祝久勝被抓、辛杰被帶走，那王石的這個萬科圈子塌了一整片，但是他的深實系的朋友圈幾乎不受影響，因為這兩個圈子從一開始就是被刻意隔離開的。而第三個步驟應該說是非常精密的一手落在了田朴珺身上。我們可以回到視頻剛開始的時候那個畫面，前2個月全網都在嘲笑田朴珺跟王石，他們說的都是嫩妻現在開始嫌棄老公王石沒什麼用了，王石自作自受啦，名媛翻車啦，3合影2個人要離婚啦，等等等等。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啊？如果田朴珺真的只是一個花瓶，一個刻意的權力攀附者，如果田朴珺真的是如此的不堪，王石為什麼要在自己最危險的時候把核心資產的 80% 控股權交到這個人手上？一個久經沙場、當海沉浮30多年的頂級的男人，他會把身家性命交給一個完全不靠譜、他不信任的花瓶嗎？不會，除非田朴珺不單單只是花瓶而已，他有可能是王石精心構建的這樣一套系統的核心硬件。那為什麼要用田朴珺？因為王石他顧及到自己的體面，他自己很多時候不方便。王石你可以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企業界的一個 icon， 國企背景的創始人，他有萬科名譽主席的頭銜，有不在乎錢的公眾的人設。這種人你讓他自己去開一個每1年學費要99萬的培訓班，你讓他自己去跟各路富豪去拜碼頭去收錢嗎？他落不下自己的老臉。他如果真的能夠落得下這張臉，那輿論也不會放過他，那他辛辛苦苦這麼多年立下來的人設也就開始不值錢了。但是田朴珺是可以的。王石跟田朴珺之間的關係常常讓我想起來一些中國書畫家的做派。客戶慕名而來，求一個字畫，老藝術家高風亮節，有求必應，3下2下就畫好畫，寫好字。客戶拿到手一看非常滿意，但是定金一看沒有簽章，那這個時候老藝術家大腿一拍，不好意思，簽章在我老婆那裡。那這個時候就是老婆出面談價錢刷卡的時候到了。2015年田朴珺創辦了成理學院，每1年學費99萬。你猜這個學院他賣的到底是什麼？真的只是一些商業的課程嗎？是師資嗎？其實都不是，他賣的就是王石的人脈跟他的朋友圈。只需要交99萬，你就能夠跟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吃飯，你能夠跟段永平聊天，你能夠听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演講。那這些人為什麼會來？因為要給王石一個面子。如果你把王石拿掉的話，羅斯柴爾德家族他憑什麼要飛到北京跟一群中國的企業家吃飯呢？
說白了，田朴珺他不是王石的軟肋，看起來他的確是扮演了一個花瓶的角色，但是老藝術家王石他需要這個花瓶的角色，更準確的說，他是售賣王石無形資產的時候刷這個 POS 機的角色。萬科給不了王石的套現渠道，但是這樣一台刷卡機能夠幫他把現金刷出來。田朴珺的潑辣不知分寸，愛出風頭，所有這些你以為都是減分項嗎？的確是，但是其實這一些也正是討價還價時候必須要的特質，而且也恰恰是最好的掩護，因為全網都忙着在嘲笑田朴珺，嘲笑王石，但是沒有人留意到王石的朋友圈正在系統性的悄悄的搬家，他正在海外悄摸摸的布局他自己的商業帝國。根据報道，成理學院的这個年營收已經超過了8位數，田朴珺他個人賬戶的現金流增長了 237%。而到了2025年年底的時候，王石他把自己在生時管理諮詢的股份從 99% 降到了 20%， 田朴珺拉到了 80%， 兩個人共同持股的公司從5家縮減到了1家，一個註冊資本只有500萬的三亞文旅空殼搬家完成了。現在大家看懂了嗎？王石老說田朴珺比自己有錢，自己是傍大款，其實人家真的不是面子掛不住了，要找一個說法來給自己找補，人家是實話假說，只是大家聽不懂而已。所以經過這番折騰之後，朋友圈已經從王石的萬科系慢慢演變成了田朴珺的生時系。這一招可謂一石兩鳥，先把萬科這個平台的這個人脈搬家到了王石的生時系，然後從王石的生时系慢慢過渡到與田朴珺共享的朋友圈。明面上這兩個人夫妻不和，社交平台互刪照片，股權上完成了王石與田朴珺之間的切割，以防萬一。但是两個人又不能夠真的離婚，因為一旦這樣的話，朋友圈的這個搬遷的過程就會斷裂。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王石的朋友圈搬完了，接下來搬什麼呀？搬錢。但是搬錢這件事情比搬朋友圈要難好多倍。朋友圈搬家靠的是面子跟飯局，而搬錢的話靠的是離岸架構跟法律的通道。但是中國的外匯管制、資本管控是全世界最嚴密的。王石的做法是搭一條隧道，那這條管道的核心工具叫做 SPAC。這個詞您可能聽過，其實說白了就是先在股票市場上搞一個空殼公司上市，殼裡面沒有什麼實際的業務，只有一筆錢，然後拿着這個空殼去收購一家真正有業務的公司，而被收購的這家公司就等於可以借殼上市。它的好處是什麼呀？比正常的 IPO 要快很多，而且上市的審查也鬆很多。對於王石來說，這個架構最大的好處是，這個殼可以註冊在開曼群島，在港交所上市，而一旦這條路走通了，他在中國的資產就可以變成是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流通的股票。所以通過這麼一個過程，國內的錢就可以合法的洗出去。好了，我們大家明白了 SPAC 是幹嘛的，接下來看一看王石要怎麼樣用它。這樣一條管道的完整結構，我們可以從港交所的生時收購招股書裡頭非常清晰的看到，最底層是王石本人，他全資持有一家叫做萬寧國際的公司，註冊地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往上一層是一家叫做 Delstone Holdings 的這個有限責任公司，註冊在開曼群島，而最後才是準備在港交所上市的 SPAC 主體生時收購企業，同樣註冊在開曼。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是教科書級別的 BVI 加開曼群島標準的離岸雙重架構。為什麼一定要繞到加勒比海的兩個群島？因為他們各自有分工。BVI 公司負責的是隱蔽，它的董事跟股東的信息對外要高度的保密，而開曼群島的公司負責的是上市融資，因為它是國際資本市場最認可的科實體。
所以這樣一個雙重架構設計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實現資產與中國內地司法管轄區的完全物理隔離。一旦這樣一個 SPAC 架構在香港成功上市之後，王石裝進去的資產跟未來融到的錢就變成是在國際規則底下可以自由流動的離岸美元資產。而國內的追責風暴刮得再猛烈，也完全影響不到加勒比海的這兩個島。但是这樣一個管道有一個問題，就是出口被堵住了。2022年4月份，深實 SPAC 他們遞交了港交所的上市申請，保薦人是摩根斯坦利，法律顧問是業界大名鼎鼎的兩家律師事務所，這個陣容豪華的不像話。但是到了2022年10月份的時候，招股書失效了，沒有更新，沒有重新遞表，沒有後續，就這麼悄無聲息的吃掉了。為什麼呀？表面上看是因為 SPAC 在全球遇冷了，美國的 SEC 加強了監管，港交所的這個通道也收緊了，但另外一層深層次的原因有可能是沒有人買單。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王石在招股書裡面講的故事是綠色低碳城市科技，當其時聽起來是非常的性感，但是華爾街他也不傻呀。2022年的時候，恆大已經爆雷了，中國房地產的這個地基已經在搖晃，而深實 SPAC 的這個管理團隊是誰啊？一個退休的房地產大佬，一個前投行家，底層邏輯說到底依然是在依賴中國房地產的政商網絡。國際的投資者他們看的也很清楚呀，中國房地產的這個餘暉已經都散掉了，誰還要為一幫過氣的大佬所謂的碳中和的故事來掏出真金白銀呢？而且2022年還發生了什麼呀？滴滴從美股退市，中美審計底稿之爭白熱化，那個時期是中美資本市場拉開了脫鈎大幕的元年。王石的這個 SPAC， 他的大計剛好撞在了這樣一道鐵幕落下來的這一刻，所以他的運氣很差。另外一方面，王石他也犯了中國老一代企業家最常犯的錯誤，就是錯誤的把時代的紅利當成了是自己的能力的邊界。在中國，你是王石，你是商界大佬，各路資本都會給你面子，因為你背後是政商網絡跟萬科的鼎鼎大名。但是到了華爾街，剝掉中國體制這樣一層殼，人家的定價模型裡頭沒有情懷跟士大夫這兩個指標，人家只認現金流。如果一旦 SPAC 成功上市的話，其實王石他是可以通過合法的資本市场路徑，把深實系的資產證券化，變成是國際市場上自由流通的股票，從中國的私募基金變成是港交所上市公司的股份，這個錢就非常順利的搬出去了。但是很可惜，功虧一簣，這個管道修了一半，出口沒有打通。而在國內呢，王石還留了一個殼，深實無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000萬，實繳300萬。2023年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完成了備案，但是備案之後呢，3年過去了，他們管理了多少支的基金？0，一支都沒有。註冊資本1000萬，實繳300萬，備案3年，但是沒有管理過任何基金。這說明什麼？說明王石的這個算盤打得非常的精準。海外修着離岸架構的管道，國內還留着一張合法募集人民幣的牌照。這樣一張牌照，它不能夠往外搬錢。中國的外匯管制已經堵死了這樣一條路，但是它能夠在國內收割資本。萬一呢？萬一房地產的這個風暴，萬一掛在萬科頭上的這個風頭過去了，那麼這麼一台發動機隨時還可以重新打火。但是只可惜時局的發展沒有給它重新打火的機會。好了，錢的通道堵死了，那人呢？人可以往哪兒走？上一期我們提到過，王石他在日本有置辦房產，那當時沒有詳細展開。那今天我們拆開來看一看，你會發現其實這些海外的據點它並不是均勻分布的，有一個地方的分量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這個地方在日本，日本對於王石來說不是到此一遊，日本
是王石真正選定的大本營。2023年10月份，王石跟田朴珺在東京六本木的君悅大酒店辦了一場喬遷宴。大家注意啊，是喬遷宴席，而不是商務晚宴。入場費77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38萬元。日本的前首相福田康夫来了，東京大學的校長藤井辉夫来了。這個不是什麼低調的搬家，這個是非常高調的正式宣告，日本我們來了。而且王石他們還在虎之門 Hills 買了公寓。虎之門 Hills 是個什麼地方？這個是東京最頂級的住宅項目之一，54層547戶，最大的戶型1270平米，5房，窗外就是東京塔。一套公寓少說也要3000到5000萬人民幣，而大的戶型輕輕鬆鬆可以過億。最關鍵的是什麼呀？他們的小女兒也在日本。王石跟田朴珺大概2020年到2021年期間有了一個女兒，現在大概是5歲左右。網友曾經多次在東京偶遇王石，他帶着女兒出行，所以你看他們這個不是投資，這個是安家。老婆在日本，孩子也在，喬遷宴都辦過了，日本就是他們給自己選定的人生第2個起點。那為什麼是日本？可能是因為3個原因。第一，日本很近啊，東京飛深圳只要4個小時，比飛紐約近了1萬多公里。萬一國內有什麼事情需要處理，當天甚至可以往返。第二，日本的簽證非常友好啊，日本的經營管理簽證門檻極低，只要大概500萬日元，註冊一家公司可以輕輕鬆鬆就能夠拿得到。對於王石這個級別的大佬來說，這個簽證根本不是問題。第三是安全呀，這個是最關鍵的。日本的法律體系比較穩定，它不會配合中國的跨境追訴的請求，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先例。所以王石的海外布局，它其實是一個以日本作為根據地，在其他地區布局的這麼一個架構。日本就是他們的家，全家住在這個地方，日常生活在日本，社交的根據地主要也在日本。英國是主要的根據地，因為劍橋大學彭布罗克學院的終身 fellow， 這個身份意味着王石他終身可以使用學院的設施，參加學院的活動，不是訪問學者這樣一種過客，而是正式的學院成員。而中東是他們布局的地方。2023年 COP28 跟一個叫做曾氏集團的香港家族辦公室簽訂了碳中和戰略合作，但是這個曾氏集團在投資數據庫裡頭只有3筆投資的記錄，而後續的合作方在做碳管理平台的時候，申石跟王石的名字甚至都沒有出現過。所以看起来雖然框架協議簽訂了，但是實質的推進非常有限，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爛尾掉了。而至於美國跟以色列，田朴珺在紐約有一家做香薰的小公司，王石在以色列做過2年的訪問學者，還有一家和諾貝爾獎得主合資的生物醫藥的基金，也算是有一些投資的腳印，但是不能算是扎根的這種。我們把所有這些點串起來看，日本是唯一一個王石用腳投票的地方，不是簽一個合作協議而已，也不是當一個訪問學者，而是真金白銀買了房，辦了喬遷宴，帶老婆孩子住下來了。其他所有的海外據點都是圍繞日本這個大本營展開的衛星布局。但對於王石來說，問題是什麼呀？即便已經將家安在了東京，商業帝國的管道那個 Spark 還是沒有修通。家人已經搬出去了，但是海外版圖的進展非常一般。2025年5月份，王石在一場公開活動當中不經意地透露了一句話：我要參加巴西的 COP30， 但是现在出境需要審批。需要審批這幾個字意味深長，翻譯過來就是搬錢出去的這個管道被凍結了。東京的房子還在，劍橋的身份還在，開曼的殼還在，但是人出不去了，錢也出不去了。而就在出境被限制的同時，王石跟田朴珺他們啟动了一套精密的技術性分居方案，不是離婚哈，因為在當前的大背景底下，離婚太敏感了，太顯眼了。
許家印的前妻丁玉梅2022年突然宣布離婚，外界一看就知道是資產保護性操作，直接就引爆了恒大最後的信任危機。王石不能重蹈覆辙，所以他選了一条更加微妙的路徑，商業上切割乾淨，王石的持股從 99% 降到 0%， 田朴珺拿到了生时管理 80% 的控股权，5家共同持股的公司变成了一家空壳，法律上依然保持着婚姻的形式，沒有離婚，但是社交上已經開始保持距離，所有的合影全部都刪掉了，但是並不承認已經離婚。如果我們把這條資產切割的時間線跟萬科被調查的時間線放在一起一塊看的話，我們會發現2023年萬科開始出事，王石開始切割。2024年萬科巨虧495億，王石的持股降到 10% 以下。2025年13個高管被調查，田朴珺完成了 100% 的控股。2026年3月份，王石被傳出限制出境，每一步的切割都非常精準的踩在了調查推進的關鍵節點上。而田朴珺呢，根據報道，他後來以女兒在日本需要照顧作為理由，爭取到了解除邊控，人在東京，資產在名下，法律上跟王石的萬科沒有任何聯繫了。即便王石暫時走不了，但是他精心搭建的這樣一台 POS 機，田朴珺他已經在射程之外了。好了，說到這個地方，我想給大家一個框架。中國房地產大佬的命運其實取決於一道算術題，而這道題只有一個變量，時間差。什麼意思呢？就是在你開始向外搬錢的這個時間，減去體制開始追捕你的時間，這個時間的差值就是你的餘生的含金量。李嘉誠2013年開始大規模的拋售內地跟香港的資產，到2023年被從特首顧問團除名，這中間隔了10年的時間，10年的時間差足夠李嘉誠把數千億的資產從大中華區轉移到英國、歐洲和加拿大，安全走路。潘石屹2014年開始清盤收購中國的資產，連續7年每一年都賣出一大批，到了2021年黑石收購被否決的時候，300億已經變成是海外的現金，時間差大概是7年時間，足夠把錢都搬運出去了，但卻也是剛剛好。那如果黑石這筆交易不被否決的話，他就完美脫身了。王石2017年開始搭建離岸的架構，在李嘉誠動手之後的4年，這個時候距離老潘動手也已經過去了3年，但是 Spark 2022年才開始遞表，同年失敗了，實質性的資產轉移還沒有開始。2024年萬科就爆雷了，隧道剛剛好才修了一半，洪水就來了。而許家印所有的錢、所有的架構、所有的賭注大部分留在中國，他當然有一部分資產搬出了境外，但是人被逮捕了，所以算不上成功。所以我們看到4個人是種不同的命運，但是決定命運的或許最關鍵的變量就是這個時間差。王石當然並不笨啊，他可能是這4個人裡頭最早意識到時間差不多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的這個人。我們可以想象一下，1988年他就主動放棄了股權，把自己定位成職業經理人而不是股東。公開報道普遍提到說，他當年放棄的原因主要有2點。第一個是他認為自己作為職業經理人，靠能力也能夠把公司管好。第二點非常重要，他覺得呀，當時的社會環境裡頭，突然變得非常有錢，並不合適，而且也不安全。我们看到王石2011年去哈佛大學念書，2014年去劍橋，2018年去以色列。這個人好多年以前就開始有意識的、有規劃、有步驟的給自己創建了一個中國之外的海外身份。但即便意識到了跟做到了之間完全不是一回事。潘石屹的妻子張欣是華爾街出身，從一開始就把 SOHO 的這個離岸架構搭得滴水不漏，他是真正的操盤手，
每一筆的跨境交易，每一個離岸實體，每一筆資金的出境，都是張欣在實際執行。王石呢，他的操盤手是劉二飛，那這個人當然也很厲害，但問題在於說，劉二飛是2016年才出場的一個外部合夥人，不是從創業第一天就在身邊的人，和老潘夫妻檔這麼一個緊密的關係更是不能夠相比。深實的離岸架構是2021年才搭建的，比潘石屹的 SOHO 晚了10幾年。而 Spark 這樣一種工具本身，它是有窗口期的。2020年到2021年是 Spark 的這個黃金窗口期，2022年全球收緊，王石好巧不巧剛好撞在了窗口關閉的這個枪口上。你說他運氣不好嗎？也對，但是運氣不好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笨，也不是因為他懶，而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說他的人設給他拖了後腿。我們看一看這4個人本質的區別。李嘉誠他是純粹的商人，在商言商，該賣就賣，沒有什麼包袱。潘石屹是一個滑頭的包租公，見風使舵是他的本能。許家印是亡命賭徒，他一直賭到了最後1秒鐘。而王石呢，他一輩子被困在了士大夫這個人設裡頭。王石既想要西方企業家的巨額財富，又想要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清流名聲。不貪錢，愛登山，讀哈佛大學，捐了53個億，這樣一套商業精英人設，他苦苦經營了30年，已經長到了他的骨頭裡。雖然中國商界領袖這個人設的確是有助於王石在離開萬科之後依然有很大的號召力，但是當他需要做班錢這樣一種髒活的時候，這個頭銜卻也的確讓他畏首畏尾。想賣資產太難看了，要搞一個 Spark 包裝成綠色的科技，想要變現人脈嘛，太掉價了，得要讓田朴珺出面來開一個成理學院，想要定居海外太丟人了，得要說是遊學跟碳中和的事業。潘石屹說實話，他不在乎面子，他賣 SOHO 的時候全網都在罵他跑路，他笑嘻嘻的，該賣賣該跑跑，一點都不耽誤。等到老潘他已經在紐約坐着看球賽的時候，罵他的人還在國內還房貸。王石不同啊，他在乎自己的面子，他的體面讓他在每一個應該果斷出手的時刻都慢了半拍。等到2023年，他終於在東京安了家，把老婆孩子都帶過去的時候，留給他搭建資金通道的時間窗口已經所剩無幾了。現在的王石大概率處於一種非常微妙的境地，他也許不會被正式起訴，但也不會被允許出境。他不是犯人，但也不是自由身。他可以發微博闢謠，但是不能夠坐飛機去東京看望女兒。為什麼不會直接抓他呢？不是因為查不到，而是因為時機未到，也是因為目前這個階段不值得。王石主政時期啊，萬科多少還是有一點點底線的。真正的問題是在郁亮掌握權力之後，是在祝久勝入主之後。而目前萬科幾千億的爛賬還在清理當中，深鐵國資浮虧460億還在清，13個高管在配合調查，查賬他要一級一級往上捋嘛。所以體制目前的做法是先把王石控制住，不抓但是也不放，只要王石還在這個射程的範圍內，萬科的舊部他就不敢徹底擺爛，而相關的利益方就要乖乖配合清理賬目。說白了，王石他不是自由身，不到最後被清算的那一刻，這樣一張牌不會輕易動。我們回到視頻開頭這個場景，2026年4月12日的晚上，王石發了一條微博，一切安好。一切安好看起來還是很體面，但體面是有保质期的。李嘉誠的體面是因為他在體面還之前的時候就已經兌換了現金。潘石屹的體面是因為他該放手的時候就真的放了手，他不在乎別人怎麼樣唾罵他。王石的體面是他當了30年中國最體面的商界領袖，他不貪錢，愛登山，讀哈佛大學，捐了53個億，
這樣一份體面，讓所有人都低估了他的野心，但是也讓所有人都高估了他的從容。人們都以為王石跟田朴珺只是一段老少戀的笑話，但其實田朴珺只不過是王石整套無形資產私有化方案的刷卡機。人們以為王石真的放棄了萬科，人們以為王石真的不在乎錢，但是一個不在乎錢的人，他不會注冊一家實繳300萬、備案3年、沒有任何基金的一個私募的殼，他不會搭一套 BVI 加開曼群島的標準離岸雙層架構，他不會在以色列跟日本各開一家連名字都不會公開的風投公司。王石到底有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一個非常確切的數字，但是不知道本身就是答案。一個真正不在乎錢的人，他的錢不需要隱藏的這麼深。體面是一件精心縫制的外衣，穿上它，你走路好看，吃飯好看，爬珠穆朗瑪峰也好看。但你穿着這個體面的衣服，每一步就會慢半拍，每轉彎都會多繞一個圈。王石的悲劇不是他不夠聰明，也不是他不夠有錢，不是他不夠有人脈，他的悲劇在於說，他用30年時間縫了一件全中國最精美的人設的外衣，而最後發現這個外衣變成了是一件束縛。李嘉誠不在乎外衣，他穿的是跑鞋。潘石屹有一件外衣，但是他該脫的時候絕不猶豫。許家印根本不穿外衣，他在賭桌上根本不在乎什麼外衣。王石呢，他穿着這樣一件外衣，看起來光鮮亮麗，但是站在東京和深圳之間，哪兒都去不了。節目的最後，我們就祝福王總一切安好吧。我是艾森，感謝您收看本期節目，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